顾青青带着莫离2个人走到南宁侯府门口的时候，意外看见南宁侯府竟然停了一辆马车。堂堂侯府有人来拜访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只是当顾青青晃眼看见从马车上下来的人的时候，整个人顿时愣住了。那个人怎么长得和徐行有点像？顾青青站在徐府马车旁边，面带吃惊，整个人望着那个刚从马车上下来的人惊住了。夫人，你在看什么呢？顾青青看着已经下了车走进南宁侯府的那个老妇。没什么。夫人，上车吧。坐在马车上后，顾青青还在想着刚刚的事儿。那个老妇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却依稀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位绝色的美人。那位老妇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为何她的样貌竟然会和徐行有几分相像？顾青青心下觉得奇怪，暗暗决定下次要是见到秦无言，找他打听打听。顾青青看着笼子里的小狐狸，想着秦无言府上的时候秦无言口中说的话。秦无言最后的话并没有说清楚，从那个秦无言的口中，顾青青听出来，似乎徐行却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真正设计陷害他的青离郡主。还有那个秦无言说的似是而非的话，难不成秦无言也打算要对那位青离郡主出手？而且听秦无言的意思，好像秦无言这次也打算在徐行出手之前就下手。秦无言没有把话说清楚，顾青青也就只是猜测。回到府上，听说顾青青带了一个小白狐回来，不仅顾宁秀一脸新奇跑过来围着笼子瞧，就连楚七七也跑过来围着笼子看个不停。大姐，它就是小白狐。大姐，这只小白狐你是哪儿得来的？它受伤了，我带回来给它治伤，治好了就给别人送回去。大姐，那你多久会把这只小狐狸给送走？大概几天后吧。楚七七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是却也没有说什么。问完他大姐，楚七七又稀罕地盯着笼子里的小白狐瞧着。晚上吃饭的时候，沈氏不见楚七七。秀儿啊，你妹妹七七呢？她去哪儿了？平时吃饭这丫头不是跑得挺快的吗？今天怎么那丫头这会儿了还没来？她呀，已经盯着大姐带回来的那只小狐狸一下午了，这会儿还盯着呢。依我看，那丫头今天晚上怕是看那只狐狸就看饱了。狐狸？什么狐狸？就是大姐带回来的狐狸啊。今天大姐带了一只受伤的狐狸回来，说是别人交给她帮忙医治的。你带了一只狐狸回来？自从顾宁秀说完狐狸的事儿，徐行的目光就一直盯着他。那只狐狸受伤了，我带回来医治几天。秀儿啊，你去把七七那个丫头给叫过来，要吃饭了。再不来，这桌子上的菜都要凉了。娘，我怕是把那个丫头叫不过来。我在来之前已经去叫了那丫头好几次了，那丫头就是不来，还说她要看狐狸。嗨，这狐狸有什么好看的？那孩子饭都不吃了。顾燕起身就往外走。燕儿，你又要去哪儿？我去把西西带过来吃饭。顾燕出去很快回来了，一只手则是提着一个大的笼子。燕儿，你怎么还把笼子都给拿过来了？顾燕把笼子放下来，楚七七就在笼子旁边蹲下来。七七，过来吃饭。娘，小狐狸还没吃东西呢。还是顾青青将小丫头给糊弄住了，这才老实听话的吃东西。顾青青给那只小狐狸上好药，起身的时候，这才发现站在他身后的徐行，俊脸黑的不是一般的难看。相公。徐行却黑着脸没说话。相公，你生气了？徐行没说话，转身就从屋里走出去了。相公。顾青青在徐行的身后叫着，徐行却没停下来。倒是徐明轩听见声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嫂子，你在找三哥吗？徐明轩挡在顾青青跟前。顾青青再看徐行，已经不见踪影了。嫂子，你看啥呢？没看什么。是吗？刚刚我好像听见你在叫三哥，难道你在找三哥？五弟，
刚刚相公从你身后的那个方向走了，我正在找他。三嫂，你找我三哥做什么呀？要我帮你找吗？不用了，我自己过去找他就成了。哦，嫂子，那我就回屋了。顾青青暗忖徐行应该是回房了，只是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屋里头竟然空无一人。奇怪，徐行呢？这么晚了，他没有回屋，到底去哪儿了？回到屋里坐下，顾青青想了想，也有些恼。他和秦无言又没什么，再说了，他和秦无言本来就是生意合作上的伙伴，既然有生意合作，那他和秦无言就不可能不见面吧？更何况，他跟秦无言清清白白。虽然那个秦无言有时候嘴上会胡说八道，但秦无言那个人也就嘴上说说而已。顾青青可真没想到秦无言会对他有什么想法，所以顾青青觉得徐行有点莫名其妙。顾青青正要去关门准备睡觉，就见徐行突然从外面回来了。还不让我进去？顾青青反应过来，这才发现自己挡在了门口。青青，不是让你离那个姓秦的远点吗？今天你又去秦无言府上了？相公，我今天是去了秦府，我就是去送药的。另外什么？犹豫了一下，顾青青还是对徐行说了实话。那天我去书房找你，意外听见你的下属说那天出现的盗匪和山贼是秦无言府上的人。所以你去了那个姓秦的府上，想去问他此事？顾青青没说话。青青，我知道你和那个姓秦的没有什么，但是那个姓秦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听话以后离他远点。相公，那个秦无言的……顾青青口中的话还没说完，门外突然就传来了徐叔的敲门声。公子，你睡了吗？青青，你先睡，我出去一趟。顾青青在桌旁坐下，看着门口的方向暗忖，奇怪，这么晚了，徐叔为何还来找徐行？躺下之后，顾青青却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想到他今天在秦无言府外看见的那个老妇，为何那个老妇的长相会和徐行有几分相像呢？莫非那个老妇是楚家的人？要不然徐行怎么会和那个老妇长得如此像？顾青青琢磨着，又觉得不对，那位老妇既然和秦无言有来往，那定然出身不低呀。顾青青吃惊的同时，心底也在暗暗的决定，下次找个机会问秦无言一下。或者，对了，顾青青想到徐行安排在他身边的莫离和叶无痕，那位老妇要是让叶无痕去查的话，那他就不用再去向秦无言打听了。顾青青在第二天就安排了叶无痕去查那天他在秦无言府上看见的那位老妇的身份。很快，叶无痕就将老妇的身份给查了出来。夫人，属下查到了，那天出现在南宁侯府的那位老妇是定北王府上的老王妃。定北王府？不过这件事有点奇怪，据说那位定北王府上的老王妃和南宁侯府并无交情，那天也是老王妃第一次去南宁侯府。你可打听到那位老王妃那天去宁侯府是去做什么的？这个属下并没有查到。顾青青暗忖，秦无言那个人看似慵懒散漫，但是做事同样是滴水不漏，周密谨慎。叶无痕没有查到老王妃去南宁侯府做什么，并不为奇。你可还查到了其他的什么？属下还查到那位定北王府的老王妃就只有一个独子，而他的独子已经在20年前就身故了。那亡国的定北王不仅先后救过2朝皇上的性命，更是以一己之力亲率3军平定多年一直来犯的漠北。定北王手下的将士个个骁勇善战，凶猛异常，在他的带领下，敌方连连退败，定北王所向披靡，所到之处更是让漠北敌兵闻风丧胆。这么说来，这位定北王还算是有点本事之人了。定北王原本不是这个封号，而是叫做北贤王，后来由于他平定漠北，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再不敢轻易来犯，皇上这才封了他为定北王的称号。而定北王在朝中的地位更是连当今皇上都会礼让3分。
你说这位定北王已经身故20年了，不知这位定北王是如何身故的？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对于这位定北王的死因，倒是有好几种传闻。哦，是吗？不知有哪几种？一种传闻是定北王在边关征战的时候受了重伤，伤了根本，所以回来没几年就身故了。还有一种则是说定北王被漠北派过来的杀手暗中下了毒，是中毒而死。还有呢？还有最后一种，则是说定北王的死因是因为定北王妃。因为定北王妃？这是为何？回夫人的话，此事属下并未查清楚，只是听说定北王身故的原因可能和定北王妃有关，而且什么？而且属下去查的时候，发现定北王府的人好像对定北王妃的事全都讳莫如深。定北王府的人对于那位王妃的事似乎全都是很避讳，每个人都绝口不提。全都很是避讳？莫非那位定北王之死还真的和定北王妃有关？要不然为何定北王府的人会对定北王妃的事情如此避讳？事出反常必有因。这个属下就不知了。叶无痕退下后，顾青青想起那位老妇的容貌，那位老妇人的长相和徐行的十分的相似。原本顾青青还怀疑徐行和那位老妇人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听了叶无痕所查到的消息，顾青青就不敢确定了。看来或许是他想多了吧，隔得很远才看到那老王妃一眼，而且他还是从侧面看过去，并没看清楚老王妃的正面，所以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多虑了。白天顾青青还是去药铺忙了一阵儿，上次顾青青打算再多开一家回春堂，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只等选定一个吉日就可以开张了。顾青青挑了一个最近的吉日，5天后的日子就不错。这次买下的铺子比顾青青现在开的回春堂的铺子还要更大上一些，铺面的位置也比现在的铺子好。那秦无言的大哥凤北离的药铺开的是遍及天下，顾青青也打算慢慢的将他的回春堂也多开几家铺子在京城。顾青青心情不错，从回春堂回去，刚到徐府，顾宁秀就急忙跑到顾青青的跟前来。大姐，你怎么才回来？怎么了？可是发生什么事了？顾宁秀口中的话还没说完，顾青青就看见徐行身后跟了一位女子走过来。相公，这位是？青青，她叫飞烟。奴婢飞烟，见过夫人。女子的容貌长得妖媚，声音更是比她的容貌更勾人。相公，不知这位飞烟姑娘是？夫人，大人安排了奴婢去帮他查一桩案子，奴婢是特意过来回话的。查案？行了，今天你先下去吧，明天我会安排人带你去大理寺的。女子听了徐行的话，就退下离开了。相公，不知刚刚那位飞烟姑娘在帮你查什么案子？青青，飞烟是徐叔手下的人，飞烟不仅轻功出神入化，还会易容乔装的本事，有些线索让飞烟去查，会事半功倍的。飞烟是徐叔手下的人？徐行点点头。叶无痕和莫离2个人也是徐叔手下的，现在又多了一位飞烟，那位徐叔手下到底有多少的能人？青青，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晚上可能不会回来吃饭，你和娘他们吃饭就不必等我了。徐行离开后，站在旁边的顾宁秀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大姐，你是不知道，那位飞烟姑娘今天已经同大姐夫回来了半天了。自从那位飞烟跟着大姐夫回来，就一直跟在大姐夫的身边，寸步不离。衣服穿那么少，穿那么露，还妖妖艳艳的，我才不信她能帮大姐夫查什么案子呢。三妹，所以你刚刚过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事儿？大姐，我看那位飞烟姑娘就不像是什么好的。大姐夫不仅现在是大理寺的4品官，长得又俊，指不定那位飞烟姑娘早就打着什么歪主意呢。顾青青想到刚刚那位飞烟姑娘的样子，并没有说话。今天徐行带那位飞烟姑娘回来，沈氏不仅看见了，还问了徐行。晚上听说徐行有事儿又出去了，沈氏忍不住皱了皱眉。
单独把顾青青叫到一旁来。闺女啊，娘是过来人，女婿虽然说对你和孩子都挺好的，可他到底也是个男人嘛。今天的那红衣女子，娘看着她不像是好的，你多留个心眼儿，可别叫女婿被他给勾走了。顾青青想着沈氏和顾宁秀的话，回屋后忍不住叫莫离去把徐叔给叫过来问话。听说飞烟姑娘是你手下的人？不错，飞烟姑娘的确是我的手下。相公说飞烟姑娘是你安排去帮相公查案的。夫人，飞烟姑娘虽然是女子，但是飞烟姑娘的本事怕是10个寻常男子也比不了，有她在公子的身边帮忙查案，定会事半功倍。这徐叔说的话和徐行之前对他说的话并无差别，既然飞烟姑娘是帮徐行查案，那他也就没有必要多想。徐叔下去之后，顾青青想到莫离和叶无痕2个人也是徐叔的手下。铁和今天那位飞烟姑娘都是徐叔身边的人，不知你可认识她？夫人，虽然我和飞烟姑娘都是徐管家手下的人，但是我和叶大哥却不认识那位飞烟姑娘。你和叶兄弟2人都不认识她？我和叶大哥2人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今天奴婢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位飞烟姑娘。既然你们都是徐管家手下的人，为何你2人却不认识她呢？夫人，徐管事手下的人有不少，有些人我和叶大哥认识，但是有部分人我们却是不认识。那位飞烟姑娘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徐管事手下的人，莫离和叶无痕2个人也不可能都认识，他们不认识飞烟姑娘也是正常的。这位徐叔为何手下会有这么多能人？他不就是帮徐行的外祖父打理生意的人吗？今天晚上徐行回来的不算迟。相公，徐叔手下怎么会有这么多有本事的人？青青，你是说飞烟姑娘？不只是他，还有叶无痕、莫离，这几个人都是本事不小的人。徐叔是从哪儿找来这些人的？青青，莫离和叶无痕2人以前是跟着我外祖父的，后来我外祖父走了，这些人就都跟着徐叔。如此说来，今天那位飞烟姑娘也是你外祖父手下的人？莫离和叶无痕2人是，至于那位飞烟姑娘，她并不是以前我外祖父手下的人。那她是？飞烟姑娘是几年前跟在徐叔身边做事的。这么说，飞烟姑娘是徐叔找来帮她做事的？听说这位飞烟姑娘跟着前主差点丧命，徐叔救了她，伤好后飞烟姑娘就留在徐叔手下做事了。顾青青没想到，原来是徐叔救了飞烟的性命，飞烟才留在徐叔的手下做事。徐行吃了茶，又叫下人送来木汤洗澡。奶娘来告诉顾青青，袁景那个丫头哭闹不止，怎么哄都哄不好。正好徐行要在屋里沐浴，顾青青也就随奶娘一道去了2个孩子住的屋子。顾青青回去的时候，徐行已经洗完澡了。青青，袁姐他们都睡了？顾青青点点头，一边走一边揉着肩膀。手不舒服？没事儿，就是有点酸。目光落在桌子上，顾青青发现她从回春堂带回来的账本，其中一本被翻开了。相公，你看过这些账本了？桌子上的这几本账本，除了我正在翻的这本，还有另外的单独开放的那本有问题之外，其他的都没有问题。这么说来，你把这些账本都看完了？他只不过就离开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就这么短短的一会儿，徐行竟然将这些账本都看完了。青青，有问题的地方我都已经用笔给你标注出来，你可以看一下。果然，只见上面有问题的地方，徐行都已经把它给标注出来。明天你把这2本有问题的拿去给药铺的账房，让他们去重新做一次账。顾青青下意识点点头，徐行看着小媳妇的目光也变得幽深起来。相公，你看什么？徐行没说话，盯着小媳妇的目光却更加幽深了些。相公，
你要干嘛？昨晚上累得很了，顾青青第二天很自然也起得晚，也不知道徐行给沈氏他们说了什么。总之顾青青白天睡了大半天，也没人过来打扰她。顾青青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夫人，你醒了。夫人，徐大人离开前吩咐了，说是夫人你醒来就把吃的给你送过来。对了，今天小厨房做的菜都是夫人你爱吃的，全都是公子吩咐魏婶亲自给你做的菜。顾青青昨天晚上本来就没吃什么东西，这会儿闻见饭菜的香味儿，顿时觉得有些饿了。顾青青一样吃了点儿。夫人，公子今天临走前除了吩咐厨房给你准备这些吃的，还对奴婢说让奴婢告诉你他今天会早点回来。果然今天徐行确实回来得很早。顾青青刚把饭吃好，徐行就从大理寺回来了。茉莉和丫鬟一见徐行回来，当即和其他人都一道退了下去。顾青青一见徐行，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儿，顿时就扭过头，不想去理他。青青，可有哪儿不舒服？他还好意思问？这会儿他身上就没几处是好的，全都是那个男人留下来的印子。养了几天，顾青青身上的印记总算是不太能看得出来了。这几天顾青青怕被他娘沈氏他们看出端倪来，都穿的是衣领高的裙子，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现在印记淡了，顾青青也总算是可以不再穿那种将自己浑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的衣服了。也就是在这一天，顾青青收到了二哥从徐家村寄回来的信。奇怪了，二哥的信怎么这么快就送回来了？按理说至少也要再有半个月左右，二哥的信才会送来。难不成这封信不是二哥回徐行的信？信上就只一句话，徐行写信去问二哥他娘和他爹和离的原因，二哥竟然在信上说此事等他们见了面再细说。这不是等于什么都没说吗？还有见面？莫非二哥也要来京城？要是二哥来京城的话，那二哥开的酒楼和二嫂又怎么办呢？顾青青看着手里的信，顿时产生了不少的疑惑。听说有回信，徐明轩立刻迫不及待问顾青青信上是什么内容。当听完顾青青说的话之后，嫂子，这么说二哥在信上什么也没有说，那二哥说的见面再说，难不成二哥也要来京城？虎弟，看字面上的意思，确实是二哥说他也要来京城。嫂子，二哥要是来京城，那嫂子怎么办？还有，二哥怎么也不在信上说清楚此事啊？爹和娘当真要和离吗？难道二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封回信送回来的时间比正常来说快了半个多月。还有，二哥说见面再细说，那就是很有可能二哥提前就在来京城的路上了。嫂子，你的意思是二哥在途中就收到了三哥的信？虎弟，二哥不是在信上说了吗？既然二哥提了见面，那二哥应该会来京城的。一切还是等二哥来了京城，我们再问吧。晚上徐行回来也听说了信的事儿。相公，我猜测二哥应该在你给他写信前就已经来京城的途中了。要是我猜的不错的话，你送去的那封信，二哥在途中收到后就立刻给你送了回信。相公，你觉得呢？看来再有半个月左右，二哥应该就会到京城了。相公，这么说来，你也认为二哥在你写信回去之前就在来京城的路上了？青青，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二哥这次来京城，除了会把二嫂带来，还会把娘一起也带过来。相公，你说二哥会把娘和嫂子一起都带来京城？既然二哥带了娘和二嫂来京城，说不定小山也会跟着一起来。二哥一个人要照看3个人，小山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这样吧，要不你让徐叔安排几个人去接二哥他们？我正有此意。徐行让徐叔安排了马车和人去接他二哥他们。顾青青新开张的第2家回春堂也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开张了。有不少的穷苦老人和孩子听说这家新开张的铺子前3天免费看诊，也都来药铺找回春堂的大夫瞧病来。哎呦，青青啊，今天这来药铺的客人可真多呀。
娘，大姐的药铺开张前3天，不仅药比别的药铺卖的便宜，还免费给人把脉瞧病，来的人当然多了。什么？青青，你竟然免费给人看病？娘，你看那些排着队的，都是来免费瞧病的。闺女啊，这娘还是第一次看见开药铺给人看病把脉不要钱的。这开药铺哪有给人看病不收钱的道理呀？娘，虽然我不收银子，但是也就是刚开张的前3天不收老人和孩子看病诊脉的银子而已。等够了这3天，要是再有老人和孩子来瞧病，自然都是要收银子的。沈氏一听，知道要收银子，这才松了口气。娘，大姐，你们看，大姐夫来了。顾青青一眼就看见了徐行身边的红衣女子，那位飞烟姑娘。见过夫人。女婿啊，你怎么和这位姑娘在一起？沈老夫人，飞烟是陪公子一起来查案的。听说今天夫人的药铺开张，飞烟就同大人一道过来了。沈氏上下打量了飞烟一眼，本来就皱着眉头，在看了飞烟身上的衣裙之后，眉头又再次皱了皱。青青，累不累啊？不累，铺中的事有伙计也有大夫，我也没有做什么，只是过来看看而已。这时顾青青才注意到徐行身上的官服已经换下来了。相公，你一会儿不去大理寺了？一会儿我要带飞烟姑娘去查一个案子，可能要晚上才会回来。查案？顾青青下意识看向徐行旁边的红衣女子，飞烟姑娘对着顾青青盈盈一笑。徐行带着飞烟姑娘离开了。大姐，到底要查什么案子？大姐夫怎么天天都把那个妖媚的女子带在身边？青青啊，这女婿和那位姑娘天天都在一起，难保不会出问题啊。娘上次不是提点过你吗？让你防着些，怎么那个女人还和女婿在一起？顾青青也没想到，那位飞烟姑娘还和徐行在一起查案。哎呦，闺女啊，如今这女婿可有本事了，又是大理寺的四品官，肯定会有女人想往女婿的身上贴嘛。娘看那位飞烟姑娘就不像是个好的，哪有正经人家的姑娘穿的像那位飞烟姑娘一样，露着胳膊露着胸口。你看她那一身衣服穿了跟没穿一样，还故意打扮的花枝招展，天天在女婿跟前晃，指不定打着什么歪主意呢。是啊，大姐，我也觉得娘说的对，那个女人天天跟在大姐夫的身边，还穿的那么少，这孤男寡女的天天在一起，不怕1万就怕万一。顾青青看了看沈氏和顾宁秀，暗忖徐行只是带着那位飞烟姑娘是去查案的，而且既然徐行带了那位飞烟姑娘到他跟前，应该这2人就不会有什么。秦无言将小白狐交给他照看，当时秦无言说几天之后他就会来徐府把那只小白狐给带走，但意外这么多天过去了，也没有见秦无言府上来过人把那小狐狸给带走。今天他给小狐狸上完药，明天就不用再给那只小狐狸上药了。于是顾青青就安排叶无痕跑一趟。叶无痕回来告诉顾青青说，秦无言自从那天离开侯府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奇怪，秦无言不是说过几天就会回来吗？为何这么多天了还没有回来？罢了，秦无言没回来，那只小狐狸他就再帮着秦无言养上一阵子吧。楚七七那丫头就喜欢这只小狐狸，每天都会过来看看这个小家伙。天色渐暗，徐行也从外面回来了。顾青青虽然知道徐行进来，却是没回头。徐行一回来就看见屋里头多了2个小家伙。青青，他们怎么都在这儿？今晚上他们和我们睡，我睡一边，你睡一边，金杆和圆姐儿就睡我们中间，这样刚刚好。顾青青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徐行的俊脸却再次黑了黑。徐行站在床边上，看着床上2个碍眼的小家伙，抿着唇。青青，静哥和元姐儿平时都是奶娘在哄睡，我还是把奶娘叫过来，把2个孩子抱过去睡吧。我已经和奶娘说过了，今天静杆和元姐儿都和我睡。
徐行躺在床上，原本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小媳妇睡的，这会儿中间突然多了2个小家伙。顾青青是故意把2个孩子抱过来和他们一起睡的，暗自偷笑，还怕被徐行发现了。半夜迷迷糊糊里，顾青青感觉好像有一只大手横过来。第二天，顾青青早上醒过来，不仅发现床上的2个孩子不见了，就连徐行都不见了。叫来莫离，莫离说这会儿奶娘正在喂静根和元锦吃奶呢。顾青青以为是早上天亮那会儿，徐行才把2个小家伙抱去奶娘屋里的，于是就又问了莫离：夫人，公子一早就去了大理寺，相公已经出门了吗？天刚蒙蒙亮就走了。这平时徐行去大理寺都是天色亮了之后才走，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早？吃惊之后他也没有再问。回春堂的第2家药铺新开张，顾青青今天还是要去一趟药铺才行。以前的那间旧药铺，顾青青今天也得过去一下。顾青青刚准备上车，沈氏就匆匆忙忙从府中跑出来。青青，等等。娘，怎么了？有事吗？闺女啊，娘听说那位飞烟姑娘今天一早天都没怎么亮，就又来了府中等女婿了。女婿早上连早饭都没吃，匆匆忙忙就跟那个女人一起走了。顾青青吃惊了一下，她没想到那位飞烟姑娘今天还来了徐府。徐行说那位飞烟姑娘是跟她一起帮她查案的。到底是什么案子，需要那位飞烟姑娘天天都跟在徐行身边？闺女，娘看那位飞烟姑娘不是个什么好的，她这样天天跟女婿在一起，又生的那般勾人的模样，万一女婿要真是被那女人给勾去魂了，这你和孩子可怎么办呢？顾青青倒是没怀疑徐行和那位飞烟姑娘有什么。哎呦，青青啊，你娘看呢，你早点想个法子吧，把那飞烟姑娘从女婿身边给弄走，要不然真要是让女婿被他给勾走了，那可就来不及了。娘，好了，我要去药铺了。上次我让绣房给你和2哥他们都做了新衣服，算一算时间，应该就这1、2天就会送到府上。要是绣房的人来送衣服，你就先都放下，等我回来，我再分别把衣服都给2哥他们送去。虽说快秋凉了，可这几天正是热的时候。顾青青又把2个孩子给抱过来了，徐行却只是看见2个孩子的时候皱了皱眉头，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今天徐行怎么什么都不说了？徐行就好像个没事人一样，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见桌子上放了2本账本。青青，这是回春堂的账本。相公，上次你不是说这2本账本有问题吗？我已经让账房的人重新做过了，你看一下，可还有问题？徐行将桌子上的2本账本打开翻看起来。2个孩子这会儿在床上爬过来爬过去。青青，这2本账本这次都没什么问题了。行了，明天你可以把它都拿回给回春堂的账房了。相公，你这么快就确定这2本账本没问题了？怎么，你不信我？诧异过后，顾青青见徐行走过来，随口道：相公，那位飞烟姑娘可是最近都在帮你查案？飞烟姑娘最近确实一直都在帮我查案。那不知飞烟姑娘和你一起查的是什么案子？这么多天了，还一直没有眉目吗？青青，这次要查的人并不简单，要查到眉目，怕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顾青青没想到，这都好几天了，一点眉目都没查到。看来徐行这次查的案子应该挺难的。吃惊之余，顾青青要再问，徐行就没有同他细说了。第2天一早，顾青青醒过来，却和前天一样，发现床上就只有他一个人。顾青青以为是徐行早上起来把2个孩子给奶娘抱去喂了，也就没有多问。倒是沈氏在早上吃过早饭之后，又神神秘秘把顾青青给拉到了一旁。哎呦，闺女啊，
娘跟你说的事情，你跟女婿说了没有啊？还有，那个女的，她现在还在女婿身边跟着吗？娘，飞燕姑娘只是帮着相公查案而已，你也别想太多了。这么说，这事儿你都没和女婿说？哎呦，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娘的话呢？要是那个胡妹子真把女婿给勾走了，那怎么办？到时候后悔就迟了。不行，你要是不想去提这事儿，娘去说。今天女婿从大理寺回来，娘就去找他说道说道。娘，这事儿我自己有分寸，你也别去找相公。哎，青青，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娘让你自己说，你又不去，现在我帮着你说，你还不同意了？你难道真的想看见女婿被那个女人给勾走？不会的，我相信相公，他和那位飞燕姑娘不会有什么的。青青啊，你这孩子别的事情都有自己的主意，怎么就到了这事儿上就这么糊涂呢？那飞燕姑娘一看就不是什么良家女子，你看看她身上的衣服穿的是个什么样子，还谁像她那样在大街上露胳膊露腿？正经人家的姑娘有像她那样的吗？再说了，她天天和女婿在一起，这孤男寡女，你就一定能保证她和女婿不会出什么事儿？依娘看，那位飞燕姑娘说不定就是个专门勾人的狐妹子。你看谁会像她那样露胳膊露腿的？除了青楼里那些专门勾引男人的女人，谁还会像她那样？哎呦，这说不定啊，那个什么飞燕姑娘就是那个青楼里出来的，就她生了那样一副狐妹子的勾人样，这才把女婿给迷惑了去。娘，飞燕姑娘是徐叔手下的人，并非什么青楼出来的，以后这样的话你也不要再乱说了。青青，哎，你怎么回事啊？那狐妹子可是想勾引女婿的人，你怎么还在帮那个狐妹子说话了？娘，我不是在帮她说话。飞燕姑娘原本是徐叔手底下的人，要不是看在徐叔的面子上，飞燕姑娘是不会帮相公做事的。相公说，飞燕姑娘不仅会易容术，轻功也是少有人能及。她这样的人，在相公身边帮相公查案，定能助相公一臂之力。要不然，相公也不会将飞燕姑娘留在身边帮他查案。可是，娘，好了，飞燕姑娘是在相公身边帮相公做事，她只是帮相公查案，你也不要再怀疑其他的。不行，别的事儿我都可以听你的，但这事儿你必须要听我的。就算是那位飞燕姑娘真是在女婿身边帮女婿查案的，可你看她那一脸狐媚的样子，这走大街上能勾引不少的男人去看她吧？更不要说她天天跟在女婿的身边，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把女婿给勾引走了。沈氏还坚持要去找徐行提这事儿。娘，飞燕姑娘是去帮相公查案，不是去勾引相公的。相公既然找了飞燕姑娘帮他查案，那就说明飞燕姑娘自有她的过人之处。在查案上，你我二人帮不上相公的忙就罢了，还要无凭无据的怀疑他和飞燕姑娘。你觉得相公要是知道你如此怀疑他，会怎么想你和我二人？娘，行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今天的话，你在我面前说过就罢了，以后也不要再提，更不要再去找相公说什么。沈氏整个人都怔住了。娘，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飞燕姑娘不过是帮相公查案，我们也不必多疑别人。还有，飞燕姑娘是徐叔手底下的人，徐叔可是相公外祖父家里剩下的旧人。当年相公的外祖父能将徐家的生意交给徐叔打理，就足以见得相公的外祖父对徐叔的信任。那位飞燕姑娘是徐叔手底下的人，你要是再说飞燕姑娘是青楼里出来的，那岂不是将徐行的外祖父的府上说成了青楼？青青啊，这事儿还是你想的周到，是娘糊涂了。娘，飞燕姑娘这事儿我自有分寸，你就别管了。罢了，青青啊，这事儿就交给你自己决定吧。闺女，女婿这事儿娘可以不管，可娘还是希望你能多留个心眼儿。要是那位飞燕姑娘没有不该有的心思，那自然是好的，可她要是有了这不该有的心思，你得提前留个心眼儿啊。
也能防患于未然吗？顾青青不由得想到徐行昨天对他说的话。徐行说，这次他查的案子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到底徐行这次查的案子是什么案子？为何这么久了，还一点眉目都查不到？接下来的几天，顾青青还是每天都把2个孩子抱来跟他们一起睡。徐行每天回来看见2个孩子在，也都没多说什么。只是顾青青每天早上醒过来，第2天就会发现床上就只有他一个人。这天顾青青没想到秦府突然来人了，说是要过来接走那只小狐狸。看来应该是秦无言回来了。这小狐狸被顾青青养了这么多天，秦无言突然叫人过来接小狐狸，顾青青倒是有点舍不得了。当然最舍不得的还得是楚七七了。不过知道这只小狐狸是别人的，楚七七虽然舍不得，却也只能看着小狐狸被人接走。楚七七舍不得小狐狸，一口一个大白，这都几天了，小丫头都还闷闷不乐的。还是二哥顾燕不知道从哪儿抱了一只雪白的小兔子回来，给了那小丫头，这才把小丫头给哄好。怕小兔子跑出去，顾青青叫人找了一个小笼子过来。顾宁秀这时突然在顾青青的身后叫道：大姐，你脖子上怎么了？啊？什么？我看你脖子上好像红了一块。红了一块。大姐，你是不是被什么虫子咬了？难不成是徐行？顾青青一阵心虚。大姐，你这脖子上肯定是被虫子咬了，你屋里不是有药膏吗？要不你去叫下人把药膏拿过来，我帮你抹一抹。不用了。大姐，你的脖子红了吗？七七以前被虫子咬，手上也会红一块，不过娘每次给我洗了洗就好了。心虚的顾青青忙说没事儿，赶紧找个由头溜了。回到屋里，她不由想到，每天早上醒过来，2个孩子都不在房里了。难不成？顾青青想到这儿，让下人把2个奶娘给叫过来。这几天小公子和小小姐是什么时候报讯给你们的？啊，回夫人的话，小公子和小小姐每天都是半夜之前就被大人给抱过来的。半夜？这么说来，徐行是在每天趁他睡着之后，就把2个孩子给奶娘抱过去了。好啊。晚上，顾青青没想到徐叔过来告诉他，徐行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夫人，公子让老奴来给你传话，他今晚上不回来了，让你不必再等他，晚上早点歇息。你说相公今天晚上不回来？是的，夫人。可是为何？夫人，老奴只知道今晚上公子不回来了，别的老奴就不知道了。徐叔下去之后，顾青青不由得在心里暗忖，最近徐行都在忙着查大理寺的一桩案子，难道又是案子的事情？接下来的几天，没想到徐行竟然都没回来。顾青青再次把徐叔叫到跟前来。夫人，公子最近一直在忙着查一桩案子，几天前就离开了京城，想来是案子的事情有所耽搁，这才迟迟没有回来。果然是案子的事。徐叔，你可知相公最近在查什么案子？夫人，至于公子查的是什么案子，老奴就不知道了。徐叔退下之后，闺女，你看吧，被娘说中了吧？娘早就让你防着那个女人，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女婿这么多天都不回来，肯定和那个女人有关。娘，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了吗？飞烟姑娘只是帮相公查案，这话以后都不要再提。你怎么又提了？娘还不是为了你吗？哎，倒是你呀，女婿这都几天没回来，你就一点都不着急？你就不怕女婿真的被那个女人给拐走了？徐行几天没回来，顾青青要说不担心那是假的，只是顾青青担心的不是徐行和那位飞烟姑娘有什么，而是担心徐行的安危。沈氏说了半天后，见顾青青若有所思，青青啊，你到底有没有听娘说话呀？顾青青回神，府上却突然来了下人。夫人，大理寺来人了。
夫人，大理寺来人了。什么？大理寺来人了？闺女，这大理寺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来人呢？大理寺的谁来了？看着像是个当官的，不过来人倒是没有说他是谁。你先把人请到小偏厅去喝茶，我这就过去。小丫鬟得了顾青青的吩咐，这就下去了。娘，那我现在先去偏厅了。去吧去吧。没想到顾青青刚带着莫离到了小偏厅。你是谁？徐大人呢？去把徐大人叫出来。不得放肆，这是我们夫人。我们要见的人是徐大人，可不是徐夫人，还请劳烦去把徐大人给请出来，我们大人要见他。你们要见我相公？不错，我们今天是要来见徐大人的。徐夫人，还是劳烦你找人去将徐大人给叫过来吧。不巧了，你们今天要是来见我相公的，怕是要白跑一趟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相公今日并不在府上，你要见他，还是等他在的时候，另外择日再来吧。徐大人不在府上，那他在哪儿？这不是要问你们了。我相公最近不是一直都在查大理寺的案子，你们可是大理寺的人，你们都不知道，我一个妇人又怎么会清楚？你，宋武，退下！听见声音，顾青青这时才发现，偏厅内还坐着一个身穿官服的男人。大理寺卿黄大人怎么也来了？见过黄大人。徐夫人，既然徐大人不在府上，那我就不妨坐在这儿，等徐大人回来。黄大人，不瞒你说，我相公已经几天都没有回来了。你今天要是留下等我相公，怕是说不定再过几天也等不到他回来。顾青青说完，坐在那儿的黄大人并没有接顾青青的话。顾青青看样子，这位黄大人是等不到徐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徐行什么时候会回来，顾青青也不知道。既然那位黄大人要等，那就让他等好了。顾青青反正有的是时间，那就耗着好了。顾青青坐在小偏厅里吃起点心，就这样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中午，顾青青让下人备了饭菜。那位黄大人倒是不讲究，吃了饭后又继续在徐府的小偏厅喝茶。顾青青同样气定神闲地坐在小偏厅里，陪着那位大理寺卿吃茶。本来顾青青以为天黑了，那位大理寺卿要是等不到人，自己会走。几天没见的徐行竟然突然回来了。相公。徐行看了小媳妇儿一眼，对他点了点头。黄大人，听府上的下人说，你来徐府快等了我1天了。徐大人，老夫在大理寺等不到你的人，只能来贵府找你了。不知黄大人今天特意来找徐某是有何贵干呢？徐大人，那武平侯府的案子，既然你是主审，这次在流放的路上，武平侯府的下人出了那么大的事，那捉拿那群山贼土匪的事，也理应由徐大人你来审查此事，你说呢？黄大人，追拿山匪和土匪的案子，不是一直是黄大人你在查吗？莫非这么多天了，黄大人还没有查到眉目？徐大人，这个案子本来就该是徐大人你负责，自然也是该徐大人你继续负责捉拿山匪之事。黄大人，徐某负责的案子已经结案了，既然案子已经结了，那此案也就不是徐某负责了。徐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莫非你是不打算继续追查那群山贼和土匪了？追查山贼和土匪的事，怕是还要有劳黄大人你了。顾青青在旁边暗忖，看来徐行是不打算接手这个案子。徐大人，要是本官一定要将这个案子交给你追查呢？黄大人，徐某现在正在查荣亲王的案子，并无暇分身再去查别的。要是徐某耽搁了荣亲王交代的事儿，到时候要是荣亲王怪罪下来，怕是……徐大人，你这是在拿荣亲王来威胁我？嘿，不敢，徐某只是无暇分身顾及别的，所以追查山贼和土匪之事，黄大人还是另找他人吧。徐大人，武平侯府的案子本就和徐夫人有关，众所周知，
徐大人你对徐夫人宠护有加，这一次侯府的下人在流放途中莫名其妙的遇见那群山匪，本官屡次让你去查，你都如此百般推脱，莫非此事和徐大人你脱不了干系？要不然为何徐大人你要如此推脱啊？黄大人，你这是怀疑那群山贼和盗匪是徐某所为？哼，这事儿是不是徐大人你所为，黄某就不知道了。黄大人，上次那萧府和楚夫人一起诬陷徐某偷盗国库银子之事，虽然不是黄大人你所为，但是此事黄大人你可没少推波助澜。怎么，莫非上次无凭无据污蔑了徐某一次，这次黄大人你还想故技重施？你胡说！姓徐的，你可别往本大人身上泼脏水。黄大人，无凭无据的事，下官还是劝黄大人你不要妄下定论，要不然我也可以说那群山匪就是黄大人你找来杀人害命，故意诬陷徐某的。姓徐的，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这只怕只有黄大人你知道了。黄大人，大理寺查案可是需要证据的。黄大人你张口就说那群山匪和我徐某脱不了干系，莫非黄大人你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定案的？没有证据就能妄下定论，这要是传出去，怕不是笑话呀。莫非黄大人觉得徐某说的没有道理？大理寺查案没有证据也能给人定罪？罢了，姓徐的，本大人不和你争论此事，但是我是大理寺卿，你是我的下属官员，那群山匪的案子，本大人今天来就是交予你去查此案的。行了，本大人既然已经把话带到了，案子就由你负责了。说完了这话，黄大人起身打算走。等等，怎么，莫非徐大人这是要不听从本官的安排了？哼，徐大人，既然大理寺是本官在做主，你作为本官的下属官员，要是连本官的吩咐和安排都不听从，那徐大人你也可以别在大理寺待了。黄大人，徐某现在正在查荣亲王的案子，此案可是皇上亲自吩咐徐某去查的，徐某可以接受那群山匪的案子，只是这要是耽搁了荣亲王和皇上吩咐的事儿，那徐某怕是就要把此事算在黄大人你的头上了。刚刚还一脸嚣张的黄大人，在听了徐行的话之后，面上顿时有几分顾虑。荣亲王他可以不怕，但徐行上头的皇上，黄大人却不得不多顾虑几分。黄大人，你区区几个山匪，要捉拿起来又不是什么难事，莫非黄大人你连区区几个山匪都奈何不了？黄大人的面上一僵，要是那群人真的只是区区的一群山匪，倒也罢了。只是见了鬼了，那天出现过的那群山匪，他压根就找不见人，别说线索，就连那群山匪长什么样，他都连点眉目都没有。侯府催得紧，他这边一点眉目也没有。黄大人就觉得这案子太棘手了，这才把主意打到徐行身上。现在徐行把皇上给搬出来了，到时候让皇上让徐行查的案子耽搁了，皇上要怪罪下来，他可是吃罪不起的。更何况除了皇上还有荣亲王在，那可是他都吃罪不起的。黄大人，你要是真的连区区一群小山匪都查不出来，那徐某只好回去将此事禀告皇上。要是皇上答应，那徐某就接手此案；要是皇上不答应，那这案子怕是还得劳烦徐大人你亲自去查。你徐行笑着，面上的表情气定神闲。姓徐的，算你有本事！来人，我们走。黄大人说完之后，就黑着老脸甩袖从徐府走了。相公，那个黄大人为何一定要你去查山匪的案子？他想把烫手山芋扔我手里，当然想去让我查此案了。相公，你的意思是？就凭那位黄大人的本事，他怕是这辈子也别想查到那群山匪的下落。顾青青顿时想起来，秦无言早说过，山匪的事儿
他做的滴水不漏。所以，因为查不到眉目，黄大人就想把案子扔到你的手上。一半是，一半不是。为何这样说？那位黄大人这几年私下里一直讨好武平侯府，算得上是武平侯府养的一条狗。这次那群山匪出现的蹊跷，不仅黄大人，武平侯府的人也都怀疑那群山匪是我找人去做的。只不过这群人怀疑归怀疑，却并无证据，便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所以，那位黄大人把这个案子交给你，要是你能查到真正的山匪，那他倒是可以坐享其成。要是你查不到，他还可以借机将这群山匪的事情算在你的头上。徐行没说话。相公，那位黄大人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那也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听说徐行回来了，沈氏急忙带着丫鬟走过来。女婿啊，哎呦，你可算是回来了。听青青说你这几天去查案了，不知道你查的是什么案子，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呀？大姐夫。徐行伸手摸了摸小丫头的脑袋。娘，这次查的案子需要离开京城一趟，这才在外面耽搁了几天。女婿啊，你在外面这么多天辛苦了，你先回屋里头好好歇一会儿，我让下人做点好吃的，一会儿饭好了，娘让人过来叫你啊。娘，那我和青青就先回屋了。嗨，去吧去吧。同徐行回屋之后，顾青青思忖着徐行和那位黄大人之间说的话。相公，之前听你说荣亲王，荣亲王是谁？你这次查的案子和荣亲王有关？顾青青说完，只见徐行脚下步子虚晃了一下。相公，你怎么了？放心，我没事。你生病了？别担心，我休息一会儿，休息一阵就行了。陪我睡会儿。难道徐行昨晚一夜没睡？要不怎么会倒床就睡？顾青青就这样被徐行抱着。顾青青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这会儿床上就只有她一个人了。莫离告诉顾青青：“夫人，大人今天早上一早就出去了。”又出去了。大人早上是吃过饭才出门的，刚走一会儿。顾青青暗忖，徐行应该是去大理寺了，也就没有再多问。白天去药铺上忙了一阵儿，昨天还很多话他都没有问徐行呢。顾青青今天也没有在药铺上待太久，早早的就回去了。徐行这都离开好几天了，昨天回来倒床就睡，一脸的疲惫。所以顾青青决定今天晚上让厨房多做几个菜，给徐行好好补一下。顾青青让厨房安排菜色，沈氏竟然过来告诉她说顾宁秀受伤了。顾青青一听，赶紧带着下人去了顾宁秀的屋子。原来是顾宁秀扭了脚。三妹，一会儿我叫人给你送一盒药膏过来，你每天按时记得涂抹，休息几天就会没事了。大姐，我知道了。秀儿，你今天不是把绣活拿去绣房卖吗？怎么会把脚给扭了呢？三妹，你在做绣活去卖？大姐，我也不会别的，就只会做点绣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平时也就攒了些绣活去卖。青青啊，你三妹做点绣活去卖也是好的，多少还是能攒下一点银子嘛。虽然现在有你和燕儿，我和你两个妹妹倒是吃穿不愁，但你妹妹总不能一直靠着你和燕儿两个人吧？她做点绣活也能攒下点提己钱。三妹，这也是你打算绣去卖的？大姐，绣的怎么样？绣的不错，三妹这绣工倒是越发好了。顾宁秀的脚没大碍。顾青青回去之后，让下人给顾宁秀送了药膏过去。徐明轩今天回来，跑到顾青青跟前。哎呀，三嫂，你猜我今天在墨将军府上听说了什么？虎弟别着急，先喝口水再说。哎，三嫂，你可还记得那个楚家？楚家？你说的可是相公的亲爹府上？不错，就是那个楚家。自从上次楚夫人被赐了毒酒之后，楚怀胜就深居简出。顾青青很久都没有听说过楚家的消息了。楚家怎么了？嫂子，楚怀胜
我在莫将军府上听说那个楚怀胜被皇上官复原职了，不对，是官位还升迁了。原来那个楚怀胜是个四品官，还是个副的，是不是？什么？你说楚怀胜升官了？现在那个楚怀胜虽然还是四品官，但是却是个正四品官了，直接从副的升成了正的。你确定没有听错？那楚怀胜当真升官，还升迁了？千真万确啊，嫂子，我在莫将军府上可是听得丝毫不差。那位楚怀胜的官职确实是升了正四品。顾青青没想到楚怀胜就这么突然升官了。这么看来，楚怀胜应该在暗地里也没闲着。那个楚怀胜到底做了什么？为何会突然升官？嫂子，楚夫人是因为三哥的原因才被皇上给赐死，那个姓楚的也差点因为三哥连头上的乌纱帽都丢了。当年那个姓楚的就对三哥毫无父子之情，还几次三番差点就让三哥丢了命。现在那个姓楚的突然恢复官职，肯定多半不会轻易放过三哥。你一定要告诉三哥，此人不得不防。徐明轩这么匆匆忙忙跑出来，就是为了告诉顾青青楚怀胜的事儿，让徐行有所提防。徐明轩走后不久，顾燕就来了。大姐，那姓楚的突然被皇上升官，这其中肯定有蹊跷。对了，不仅姓楚的突然升官，就连京城的萧府那个老头最近也是频繁的入宫，你要那个姓徐的自己小心点。萧丞相，可是他不是早就已经辞官了吗？为何还频繁进宫？难不成那萧老丞相也官复原职了？哼，他虽然是辞官了，但是暗地里却也没有闲着。那个萧老头可没有少在朝廷中暗中勾结党羽，姓楚的突然升官，指不定就有那个萧老头的功劳。更何况姓楚的不能突然升官，那个萧老头指不定哪天也就官复原职了。那姓楚的我不知道，但是那个萧老头的儿子和女儿全都是因为那个姓徐的发配的发配，赐死的赐死。萧老头早就被姓徐的恨之入骨，这次姓楚的突然升官，萧老头频繁入宫，我看你最好还是让那个姓徐的最好防着一点。顾燕和徐行不对付，说话也是一口一个姓徐的，但是顾青青看得出来，他二弟特意过来提醒他，也是为了徐行好。萧丞相和楚怀胜两个人的事儿，顾青青准备一会儿等徐行回来就说给徐行听。只是顾青青没想到，徐行今天晚上迟迟没回来。顾青青从回春堂拿了账本回来，一边看一边等徐行。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打了个盹儿。徐行刚刚回来，看见小媳妇儿就那样趴到桌子上睡着了。他本来打算把小媳妇抱到床上去睡，结果刚一碰到小媳妇儿，他就醒了。相公，怎么不去床上睡啊？我在等你啊。等我？要是我没有回来呢？你是不是就在这桌子上趴着睡一夜啊？顾青青没想那么多，无奈地叹了口气。青青，以后要是没有回来，你就先去床上睡，不必等我。对了，相公，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听二哥和五弟告诉我说，那个楚怀胜不仅出来了，还被皇上升了官职。你等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是啊。青青，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楚怀胜已经在2天前就被皇上升了官职。2天前？这么说，你2天前就已经知道楚怀胜升官的事情了？你说楚怀胜为何会突然被皇上升了官职？我二弟说，萧老丞相最近也在宫里频繁出入，该不会楚怀胜官复原职和萧老丞相有关吧？不会。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楚怀胜升官和萧老丞相没有关系呢？偷盗国库可是重罪，皇上留下萧丞相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已经是给足了萧老丞相的面子。这个时候，那个姓萧的怕是并不敢在皇上跟前得寸进尺，再让皇上给楚怀胜升官了。不是萧丞相的话，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帮了楚怀胜的忙呢？青青，此事目前我还没有查清楚，等我让徐叔安排手下的人去暗中探查一番，就能知道原因了。你说现在楚怀胜官复原职，会不会对你不利？还有那位萧老丞相，我听我二弟说，他在莫将军手下得知
那位萧老丞相虽然已经辞官，但却在暗中勾结了不少党羽。这朝廷中现在还是有着在帮那位萧老丞相做事的官员。放心，那楚怀胜目前还奈何不了我。可是，万一那个楚怀胜要是暗中加害于你，那可怎么办？青青，那楚怀胜现在虽然是被皇上升官了，但是他现在的官儿也就是一闲差，并无多大实权。好了，今天时辰不早了，我们还是先休息吧。相公，你说你离开京城前的那几天，是不是你在我睡着之后就把元甲和静哥都给奶娘抱了过去？你知道了。青青啊，还是让元姐儿和静哥同奶娘一道睡吧，别再把他们抱过来了。你将他们抱过来，我半夜还要把他们抱走。那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抱过来。青青，你把他们抱过来睡不好。我不是睡得挺好的。来，青青，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明天我可能还会离开几天。又要离开？这次大概会离开3、5天的样子。你不是才回来吗？怎么又要走？青青，上次离开并没有查到眉目，这次还是要再去一趟才行。你这次去查的到底是什么案子？那天我听你说，好像荣亲王交给你的案子，不知道荣亲王交给你的案子是什么？这件事是和荣亲王有关吗？青青，这次的案子确实是和荣亲王有关，但是这事儿也不完全和荣亲王有关，还有别的事牵扯进来，要想查到并不容易。顾青青要再问，徐行也没有对小媳妇细说，只说明天离开一趟，要等几天才能回来。第二天早上，果然一早徐行就走了。青青啊，这女婿才刚回来没2天，怎么又要走啊？娘，相公说他上次查的案子还没有查到线索，这次还要再离开京城一趟才行。该不会那位女子又跟在女婿身边吧？娘，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哎，行，娘不说了。徐行走后的第2天，徐叔安排的人就回来了。夫人，上次公子让我安排去接徐家2公子和梁氏的人，这一路上打听过去，并没有接到他们。什么？你们过去并没有接到人？难道他和徐行在之前就猜测错了？二哥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一起来京城。夫人，我在来京城的官道途中，沿途的关卡和驿站全部都安排了人手。要是徐2公子和梁氏几人走的是官道的话，我安排的人肯定能看见他们，除非什么？除非徐2公子和梁氏他们几人走的并非是官道。要是他们来京城走的是别的什么小路的话，那我安排去的人就有可能碰不到他们。当时二哥给徐行回信的时间很短，还有在信上说的意思都说明二哥会来京城，那现在看来应该二哥他们走的就是小路了。为何二哥他们不选择走官道，反而是选择走小路呢？顾青青觉得不解。夫人，要是你不放心的话，不如我再安排几个人再去沿途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听到徐2公子他们的消息。徐叔，那这事儿就有劳了。顾青青怕二哥他们在途中遇见什么麻烦，所以再让徐叔安排人去打听一下，万一二哥他们要是遇见什么麻烦，也好帮衬一把。几天之后，顾青青没有把二哥等过来，却意外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他一脸吃惊地看着顾燕。什么？你说楚怀生要成亲了？楚怀生今天安排的人去将军府送了帖子，听说成亲的日子就在下个月中旬。顾青青还没从吃惊中缓过神来。嫂子，此事千真万确，那楚怀生确实是要成亲了。我也在莫将军府上听说了，那姓楚的广发请帖，现在应该京城那些权贵的府上都收到了楚府送去的帖子。你说那个姓楚的现在还在京城中广发请帖？不错，我听说昨天开始，那姓楚的就安排了府上的人在京城广派请帖，已经送了2天了。你可知那姓楚的要娶的是何人？嫂子，姓楚的要娶谁我倒是没有听说，我就只听说他要成亲了。那姓楚的要娶的是萧夫人。萧夫人？什么萧夫人？啥？姓楚的要娶的那个女人是萧夫人？
他怎么也和姓萧的有关系啊？难不成也和萧丞相有关？顾青青没想到楚怀胜要娶的女人竟然姓萧。那位萧夫人还真确实和萧丞相府上有点关系。难不成那萧老头将他的夫人再嫁给了那个姓楚的？徐明轩见顾青青和顾燕两个人的脸上一脸的无语。也是啊，那萧老夫人都一把年纪了，楚怀胜应该也不可能娶她呀。再说萧老头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夫人拱手让给姓楚的呀。不知那位萧夫人和萧老丞相到底有什么关系？听说那位萧夫人是萧老丞相的侄媳妇。萧夫人是萧老丞相的侄媳妇儿？这么说来，那萧老头是要把他的侄媳妇嫁给那姓楚的。那萧老头的侄子呢？他也同意？萧老头的侄子也就是那位萧夫人的相公，曾经是朝中的2品大员。不过听说那位萧夫人嫁给萧老头的堂侄后没几年，萧夫人就守寡了。那就是楚怀胜这次成亲娶的萧夫人，其实是萧丞相侄子的媳妇儿。不错。顾青青没想到楚怀胜再娶续弦的不仅娶的是萧家人，竟然还是萧老丞相的侄儿媳妇儿。这姓萧的老头还真的对他那个前女婿不错啊，连他的侄媳妇都要送给那个姓楚的。只是那萧老头如此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不成那个萧老头还指望那个姓楚的能够帮着他发扬光大萧家不成？阿弟，你上次说那个萧丞相前几天频繁的入宫，那他入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个楚怀胜先是被皇上升了官，再接着没有过几天就传出了楚怀胜要娶萧夫人的消息，并且那位萧夫人还是萧丞相的侄媳妇儿。嫂嫂，你是说萧老头频繁的入宫和今天这事儿也有关系？顾青青确实是这么想的。只是那萧老头就算是要把他的侄媳妇嫁给那个姓楚的，可是这又和皇上有什么关系啊？难不成皇上还管萧家这点破事不成？顾青青也看了他二弟一眼，觉得这话他五弟说的不错。就算是萧家人要嫁给楚怀胜，可这件事儿完全不可能和皇上有什么关系。顾青青怀疑萧丞相进宫的事儿和那位萧夫人要嫁给楚怀胜这2件事儿肯定会有着某种联系。于是他在顾燕和徐明轩离开之后，把叶无痕给叫过来。夫人，不知你有何吩咐？你去查一下那位萧丞相，对了，还有那位即将要和楚怀胜成亲的萧夫人，你也一并查一下。最好帮我查一下那位楚怀胜是如何认识萧夫人的，这2人又是怎么会决定要成亲的？查到之后立刻过来告诉我。叶无痕点点头。顾青青肯定这2件事情之间有关联，可到底是什么关联，就只能等叶无痕去查了才能知道。顾宁秀上次扭了脚，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顾青青每天都会去陪顾宁秀坐着说会儿话。顾青青陪顾宁秀说完话才回来，窗户一阵响动，顾青青下意识地看过去。谁？就在这时，突然一团毛茸茸的东西跳到窗户上。小狐狸。小狐狸灵活地跳到顾青青跟前，顾青青抱起小狐狸，小狐狸在顾青青的手上乖得跟个小猫似的。这小狐狸不是秦无言的吗？他现在出现在这儿，难道秦无言也来了？忍不住四处看了看，没看见人呢。就在顾青青以为这小狐狸是自己偷跑出来的时候，怎么，莫非是在找小爷我？他听见声音，下意识地抬头，竟然看见秦无言正坐在他屋顶的房梁之上。秦公子，一段时间不见，没想到你堂堂的侯爷不错，竟然做起了梁上君子的勾当。